各位好，我是演员金秀贤的法律代理人，律师高香露。我于今年9月中旬被正式委任为金秀贤先生的新任法律代理人。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目前全面负责，包括横竖研究所的本案加害者们的刑事控告案件。在调查长期化、受害救济迟迟无法推进的情况下，我认为与其被动等待结果，不如公开已提交给侦查机关的部分证据，并亲自向公众说明案件的真相。因此，自9月30日以来，我多次公开了相关证据和立场。这些内容也已通过韩国国内的主要媒体被详细报道。随后，由于加害者们将近1个月保持沉默，许多人开始逐渐了解事件真相的脉络。本影片基于我最近发表的综合声明，旨在向海外观众准确传达本案的真相，是专门为此制作的外语版本。事件的起因，死者留下的虚假声明。本案的起因源于2024年3月25日，死者在发送给熟人的 KakaoTalk 对话中留下的虚假声明立场文草稿。在电视剧《眼泪女王》播出期间，死者曾在 SNS 上发布了一张与金秀贤脸贴脸合影的照片，但很快就删除了。该照片是在2020年2月，也就是死者升入大学2年级时拍摄的。在金秀贤的 iPad 中，除问题照片外，还保存着在相近时间拍摄的其他照片。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照片，可以准确确认拍摄日期的前后顺序。结果显示，问题照片拍摄于2020年2月18日至23日之间。这台 iPad 已被原封不动地提交给侦查机关，从而证实了这一事实。然而，在问题声明的草稿中，竟然包含了将这张照片描述为死者在2016年高中1年级时拍摄的极其严重且明显的虚假内容。更有甚者，这张照片被作为死者所谓从初3到大3一直与该金秀贤交往的唯一依据引用。死者当时在他人帮助下撰写了这份文件，但并无实际对外发表的意图。如果这份文件在当时被公开，照片的拍摄时间很快就会被揭露，从而立即证明所有主张皆为虚假。死者本人对这一事实十分清楚，因此一直焦虑不安，努力防止该文件被外泄。因此，死者直到最后都曾反复表示，这份声明还是不要发表比较好，我害怕被公开。然而，1年之后，在死者离世后，这份文件却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被执行了。2025年3月10日，金世仪以这份虚假的声明草稿为依据开始了节目播出。那份死者生前未能发表的虚假文件，竟在死后被遗属于金世仪之手，以儿童心理控制性剥削的恶意框架之下公之于众。当时，经纪公司与金秀贤立即做出了具体反驳，多次提交了说明照片拍摄时间、交往期间等事实的资料。但金世仪不仅没有在事实确认后进行更正，反而开始篡改与伪造资料，继续以更加刺激、更加耸动的内容散布虚假主张，不断重复谎言性的播出，持续攻击金秀贤。他甚至继续进行将金秀贤贴上恋童癖者标签的节目。经纪公司每次都进行了反驳并澄清虚假，但金世仪并未停止，其虚假爆料节目持续了数月之久。每一次播出，媒体便涌现出数百篇相关报道。最终，金秀贤自顾金赛纶中学时期起便对其实施心理控制并进行性剥削。这一完全虚假的主张被深深植入大众的认知之中。这场虚假不仅在韩国国内传播，也被海外主要媒体广泛报道。许多看到这些报道的世界各地观众，至今仍然相信金世仪的主张是真实的。本案的真相主要事实关系及金世仪的舆论操控实情。金秀贤与所谓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毫无关联。在死者尚未成年、尚未成为大学生之前，从未与他有过1天的交往。所有未经捏造的真实资料都一致表明，两人的交往始于死者升入大学的2019年夏天之后，并在不到1年后的次年春天便已结束。金世仪将成年后交往时期的照片伪造成未成年交往的证据。然而，目前公开的所有照片
多拍摄于2019年夏天以后两人交往期间。如果如金世仪所言，两人从初中时代起长达6年一直交往，那么在那漫长的岁月中，除这短短几个月拍摄的照片外，没有任何其他照片存在，这是无法解释的。自上届总统选举以来，金世仪几乎每天都在节目中声称我会公开几千张照片，然而直到现在，他一张都拿不出来，今后也永远拿不出来，因为那样的照片根本不存在。金秀贤在服兵役期间寄给死者的信件，是金世仪彻底颠倒事实、恶意歪曲的典型例子。在金秀贤服役期间，他于2018年6月9日寄出的唯一一封公开信件中，仅记录了军旅生活的日常、心态与退伍后的计划，没有任何爱情表白，没有约见承诺，没有共同未来的计划，也没有关于共同回忆或经历的文字。信件的结尾也没有一句表现对收信人关心或提问的话。这封信并不是写给特定恋人的情书，而是当时金秀贤寄给多位熟人的类似随笔形式的普通信件。事实上，当这封信最初被公开时，连网络上的批评者都讽刺道：“这算情书吗？完全没有任何爱的痕迹。”然而，金世仪却在17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11月1日，将这封信与金秀贤在成年后交往期间寄出的明信片并列展示在同一画面上，并断章取义、歪曲内容，制造出一种假象，让人误以为金秀贤早在死者未成年时期就对其抱有恋爱情感。金世仪的舆论操控核心在于把证明事实的资料歪曲成心理控制 grooming 的证据，展现出令人震惊的宣传与煽动技巧。那封军中信件与恋人书信截然不同，毫无任何爱意的表达，再加上休假期间寄给死者的普通信息，没时间见面，都充分表明两人当时只是朋友或熟人关系。然而金世仪却将这些内容与伪造的证据拼凑在一起，不断重复虚假言论，煽动大众，结果普通民众反而被误导，将那封军信和普通的 KakaoTalk 对话视为明明在交往，却不给予爱，反而控制对方的证据。谎言要足够巨大，并且不断重复，人们最终就会相信。即使在21世纪的韩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创造的舆论操控原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死者未满16岁时期2016年KakaoTalk 对话的伪造。金世仪声称，金秀贤自死者中学时期起就对其进行心理控制，所谓 grooming。作为这一主张的核心证据，他公开了所谓的2016年6月 KakaoTalk 对话。死者出生于2000年7月，当时尚未满16岁，即在法律和社会常识上被认为不具备性自主能力的年龄。然而，这段 KakaoTalk 内容中，男性竟对死者使用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抱着你睡”等直接且露骨的性暗示性表达。看到这段对话的人们便误以为金秀贤自死者童年时期起便与其有性接触，并对其进行了所谓的心理控制 grooming。这段2016年 KakaoTalk 正是金世仪伪造的众多假证据中最核心的一份。然而，金世仪公开的2016年6月 KakaoTalk 消息根本不可能出自金秀贤本人。他所公开的对话内容，据称是2016年6月22日至26日为期5天的交流。但只要将这些日期与当时金秀贤的正式拍摄日程进行比对，即可明确证明这些消息绝不可能来自金秀贤。第一，在这段时间里，死者正在出演电视剧《魔女宝剑》，每日都在彻夜拍摄，日程极度紧凑。6月22日上午7点左右的对话中提到，原本约好那天见面，但因为通宵拍摄延长而无法见面。若真有见面约定，那男性至少要在当日上午、下午或晚间出发拍摄前，抽出时间与死者见面才有可能。然而，金秀贤当天作为主演，正处于电影《Real》的最终拍摄阶段，在仁川永宗岛的拍摄场地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8点，整日投入动作场面的拍摄工作。他当天凌晨5点从首尔圣水洞住所出发，全天行程紧密，
因此在当天任何时间与他人见面在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拍摄计划可通过发给100多名工作人员与金秀贤的正式每日拍摄计划表加以确认。文件的原数据 metadata 经验证，以证明其确实是2016年6月当时制作的真实文件。第二，2天后，即6月24日星期五上午11时左右的对话中，死者说今晚拍摄好像会比平时早结束，你起床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拍完了。男性则回答那我就尽量熬夜等着，和你 Kakao。 若此对话属实，则男性次日6月25日星期六上午必须是没有工作安排的。但实际上，金秀贤从次日起连续2天周末，每天凌晨5点起床，在永宗岛片场进行全天的动作场面拍摄，因此熬夜等待聊天这一情节根本不可能成立。连续2天从清晨到深夜拍戏的金秀贤，不可能在周五夜晚为聊天而彻夜不眠。第三，整段 Kakao Talk 对话中，男性从未提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或即将做什么，也没有任何能反映其形成状态的发言，无论是6月22日还是24日，甚至整个5天的对话中，男性都表现得十分闲暇随意，不断说着我配合你的时间，有空我去一山找你之类的话。从对话脉络可看出，死者因拍摄繁忙，而男性却似乎完全没有工作安排，十分悠闲。但事实上，金秀贤当时正在进行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动作拍摄，行程极度紧张。若他真是这段对话的对象，死者理应在聊天中问你拍戏不累吗？你现在在现场吗？然而，整段对话中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内容。同样地，如果聊天对象真是金秀贤本人，他也理应说出我现在要去拍戏了，我在片场之类的话。若真有这样一句话存在，遗属或金世仪早已将其当作核心证据大肆宣扬。综上所述，最基本且关键的事实是，这5天的 Kakao Talk 对话中，没有任何可以推断男性身份的线索，所有可识别身份的内容均已被完全删除。这强烈暗示金世仪及遗属方面极有可能故意剪辑、篡改了相关部分。关于2016年度 Kakao Talk 的报道，我所要说明的，并不仅仅是当时金秀贤忙这么简单。金秀贤并不具备瞬间移动的能力，因此，所谓他在2016年6月22日与死者在一山约见的说法，在物理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另外，世上也不存在这样的人，星期五晚上为了与某人 Kakao Talk 而通宵不眠，第2天和第3天周六、周日连续2天进行每日12小时动作拍摄。一位将在周末清晨开始，整天投入动作场面拍摄的主演演员，却在星期五晚上说我要熬夜等到你拍完剧再睡。这种情况在常识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此外，在所谓的问题 Kakao Talk 中，根本没有任何一句可以认定对方是金秀贤的内容。相反，关于男性行为或形成的部分，似乎被刻意删除了。我所陈述的这些，完全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常识判断即可验证的真相。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说明偏离常理，或属于无理取闹的主张，那么在报道时，请务必明确指出做出此判断的具体依据。服兵役期间的 Kakao Talk 发信者伪造2018年4月2日的 Kakao Talk。在这起事件中，最重要的伪造证据是2016年的 Kakao Talk。但为了让人们误以为虚假为真，金世仪精心设计的伪造证据远不止这一份。其中之一便是2018年金秀兵役期间的 Kakao Talk 发信者伪造。没有任何媒体指出这一点。金世仪在展示2016年6月的 Kakao Talk 后，毫无解释地跳过了中间整整2年的空白期。随后，他突然将时间线转移到2018年4月，也就是金秀贤正在服兵役，而死者正上高3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金秀贤实际发送过的部分 Kakao Talk 消息中，包括诸如不好意思、时间不够、这次可能见不了、真遗憾、也很抱歉等普通熟人之间的社交性对话。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并非那种即使勉强也要见面的关系。
见不到真遗憾只是日常寒暄的表达。然而，金世仪却在这些真实而平凡的消息之间，夹杂进捏造的内容，使人误以为两人之间存在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那条据称在2018年4月2日发送的伪造 KakaoTalk 消息。这段对话显示，死者与男性发信者约定要在同周星期四及4月5日见面，但发信者不可能是金秀贤。在那个时期，军队全面禁止士兵使用手机，普通士兵被允许使用手机是1年之后的2019年4月才开始实行的。因此，金秀贤在2018年4月2日执行 DMZ 非武装地带搜索任务期间，不可能使用手机向死者发送 KakaoTalk 消息。同样，他也不可能与死者约定于那周四见面。一个正在执行作战任务、身处地雷区的士兵，不可能说出下次一起看剧本吧这样的话。从金秀贤日记中确认的作战时期，为此，我们公开了金秀贤当时所写的部分2018年4月2日至6日的日记。金秀贤在4月6日凌晨写下如下文字：2018年4月6日星期五凌晨4点，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班警戒任务。在 GP 警戒哨所里，除了正在值班的人，其他人都倒头睡着了，心脏还在剧烈跳动，睡不着。今天要回去整理作战资料、休息、锻炼。回顾了自己，想了又想，能做什么？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不够？最终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歉意与感激。那个一直理解并包容我笨拙言行的人，我感到珍惜。这篇日记的写作时间，正是伪造的 KakaoTalk 中所谓4月5日星期四见面的次日凌晨。也就是说，当死者据称与那名男性见面之时，金秀贤正在 DMZ 前线执行最后的夜间警戒任务。当周的作战任务极为严苛紧张，金秀贤平时每天都会写一页日记，但那一周因为任务繁重，4月4日未能记录，3日与5日仅各写了半页。直到4月6日凌晨4点，在所有战友都入睡后，他终于有片刻安静时间，在2页纸上写下自己对这段艰苦任务的回顾与反思。日记中包含着对入伍前恋人未能好好相处的遗憾，对为他付出之人的感激，以及深刻的自我反省。金秀贤曾因心脏疾病接受过手术，一度被判定为社会服务要员公益勤务员，但他对该结果提出异议。经过持续的治疗与训练，重新体检并通过，最终以现役身份入伍。进入最前线的 DMZ 搜索部队后，他拒绝了被任命为教官的提议，在整个服役期间从未要求任何特权，默默履行职责。怀着军人的使命感，他在艰苦的训练中一边思念恋人，一边以坚强的意志度过了艰难的军旅生活。然而，就在这位无辜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地雷区保卫祖国的同时，金世仪与死者家属却故意伪造证据，歪曲事实，将他描绘成对未成年少女进行心理控制与性剥削的卑劣罪犯。这是一场极度恶劣且有组织的人格摧毁行为，同时也是欺骗全国民众的大规模诈骗犯罪。金秀贤服兵役时期的日记为何不可能被伪造？金秀贤在服兵役期间所写的这本日记，篇幅超过200页，内容不仅包括与恋人有关的记录，还详细记载了军事训练、作战情况、南北首脑会谈的准备工作，以及每天的天气状况等。这些都是他当日亲身经历的军旅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本日记写了整整2年，只要其中关于当天气象或日常军事活动的描述有哪怕一处与事实不符，就能立刻被认定为伪造。这份记录是不仅人类，连人工智能 AI 都无法伪造的文档。AI 或许可以重现天气，但绝不可能知晓当时在 DMZ 前线 GP 警戒哨所中实际执行的军事机密活动。日记中还保存着当时恋人留下的多条回复痕迹，以及多处无法伪造的真实印记。这本日记在今年3月针对加害者提起刑事控告后，副本复印件已提交给侦查机关，原件由我们严密保管。警方已直接查验原件，确认其真实性真伪性毫无疑问，因此仅收取副本，
并将其正式编入侦查卷宗。服兵役期间的 KakaoTalk 发信者伪造2018年4月13日的 KakaoTalk。金世仪在2016年6月的 KakaoTalk 对话中伪造了发信者，让公众误以为金秀贤与死者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交往。随后，他又在2018年4月左右，为了让人们相信两人关系已经恶化，公开了一条所谓死者于2018年4月13日发送给金秀贤的 KakaoTalk 消息作为证据。欧巴，你需要我或想见我的时候总能联系到我，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总是不在。如果你不打算再努力了，那我就不见你了。然而，这条消息并不是死者发给金秀贤的，像男人在需要自己的时候才联系，不努力就分手这样的内容。在当时军队全面禁止使用手机，金秀贤正服役于前线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给一名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当时，金秀贤是一名在 DMZ 执行搜查任务，冒着生命危险服役的现役军人。如果死者真的在那段时间发送了这样的信息，那已不是恋人间的任性抱怨，而是完全脱离现实的非理性言论。金秀贤在服兵役期间，从未与一个连最基本分寸与理智都不懂的人交往过。实际上，金世仪公开的这张 KakaoTalk 截图，与前面提到的2016年伪造对话完全一样，没有任何一句可以证明收信人是金秀贤。更严重的是，金世仪只公开了发信内容，完全隐藏了对方的回复，并彻底删除了发信者的头像与姓名信息。如果如他所言，这条信息确实由死者于2018年4月13日发送，那只能说明当时死者正与另一名男性保持恋爱关系。事实上，死者当时与谁交往在业内是公开的事实，我们也已掌握相关信息。此外，死者与那名男性的合照及对话记录，在其手机与云端资料中都留有大量痕迹，这是可以合理推定的。这条所谓的2018年4月13日 KakaoTalk 消息，被用作让公众误以为两人当时仍在交往的主要伪造依据。因此，它与2016年 KakaoTalk 伪造记录一道，构成本案中极其重要的关键证据。因此，对于这份 KakaoTalk 记录，必须进行原件保存、原数据核验、编辑与删除过程的彻底调查。我们相信，调查机关也将以此方向推进。只要能确认这段对话的发信者个人资料及对方的回复内容，就能明确判定消息接收者的真实身份。横竖揪的群众洗脑手法。金秀贤在服兵役期间与死者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因此，即使在休假期间，他也没有任何必须特意去见死者的理由。金秀贤发给死者的 KakaoTalk 消息和军中信件，仅仅证明两人只是普通熟人关系。然而，金世仪却将这些真实资料与伪造证据相结合，将之包装成两人是恋人关系的既定事实，对大众进行了系统性的洗脑。他们将死者与另一名男性的 KakaoTalk 对话伪造为由金秀贤发出的消息，并在其旁边摆上金秀贤实际发送的普通朋友之间的日常讯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让人们产生虽然是恋人，但对他冷淡的虚假印象。最终，伪造图像与真实资料被巧妙地混合，形成了一种混合型伪造物，在大众眼中看起来仿佛是真实的确凿证据。这种手法与此前他们所使用的将服兵役期间的信件与交往时期的明信片并列展示，把军中信件歪曲为未成年时期心理操控 grooming 的证据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他们把在服兵役期间发送的因为没时间所以很难见面，对不起这样的极其正常而礼貌的讯息，与伪造的 KakaoTalk 并列展示，伪装成虽然在交往却拒绝见面，对未成年人实施心理控制的证据。最终，大量公众在毫无怀疑的情况下，相信了这完全虚构的故事。横竖揪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明确的故意与共谋捏造。如前所述，本事件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24年3月25日，当时死者在发送给一位熟人的 KakaoTalk 对话中留下了一份虚假的立场声明稿。
死者当时在他人帮助下撰写了这份文件，但由于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他最终未能发表。如果这份立场声明是真实的，死者本应一开始就在 SNS 上公开未成年时期与金秀贤交往的照片，或在后来准备这份草稿时，引用能够支持主张的真实资料作为证据。然而，他做不到，因为从一开始，这样的照片和资料根本不存在。死者并没有任何与金秀贤在未成年时期交往的照片或 KakaoTalk 记录，因为那样的事实从未存在。此外，死者本人也从未把那唯一一封军中信件当作情书，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恋人之间的信。因此，死者直到最后都在说，这份声明最好不要公开，我害怕被曝光。他始终为此感到焦虑，并小心翼翼地防止它外泄。然而，1年后，在死者去世之后，这份文件却被死者家属、假姨母、金世仪、辩护律师卜智熙以及全英灿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执行了。2025年3月10日，金世仪以这份虚假的立场声明为依据，毫无核实地开始传播虚假爆料。作为一名负有事实核查义务的播出者，这种行为毫无正当性。在那份声明中，死者声称自己从初3起就与金秀贤交往，而他提出的唯一依据，竟然只是大学2年级时期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死者的面容已是成年女性的样子，根本无法与儿童时期混淆。更荒谬的是，家长声称无法区分自己孩子16岁以下的样子与21岁时的样子，这完全违背常识与生活经验。只要核实最基本的事实，就能立即发现这份声明完全是虚假的。除照片外，文件中还有多处明显错误，例如，死者与金秀贤的年龄差明确是12岁，但文件却写着我16岁，对方30岁。如果死者16岁，金秀贤应为28岁；若金秀贤30岁，死者应为18岁。这种连算术都不通的错误，不仅证明该声明彻底虚假，更显示他们故意歪曲不变的事实，以尽可能恶意的方式虚构出一名30多岁的男性心理控制并性剥削16岁以下少女的虚假叙事框架。尽管如此，金世仪仍毫无核实地将这份漏洞百出的文件直接用于爆料节目。此后，他又伪造、捏造出大量并不存在的证据，欺骗了全国民众。这些虚假的叙述不但在国内迅速传播，还通过主要海外媒体以极快的速度扩散至全世界。死者家属与金世仪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2016年6月期间，金秀贤正全身投入电影《Real》的最后阶段拍摄。2018年4月第1周，他正在军方作战区域执行搜索任务。只要仔细查阅当时的报道，就能立刻确认所谓 KakaoTalk 对话的对象不可能是金秀贤本人。然而，金世仪完全跳过了任何核查程序，径直断定那段对话的对象就是金秀贤。他甚至将对话截图中的发信人姓名与头像替换为金秀贤的实名与照片，伪装成原始对话，在记者会与节目中公开播放。这是一种以明知虚假为前提的欺骗行为，带有明显恶意的伪造。因此，本案的核心实质就是证据捏造。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名誉为借口的捏造？他们究竟为何会做出如此鲁莽而大胆的行为？表面上，他们声称是为了维护死者的名誉，但我们并不这样认为。金世仪在3月整个月都戴着写有反对弹劾的头巾，把关于死者的虚假爆料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卜智熙律师在召开完儿童性犯罪受害者记者会的当晚，竟然在江南俱乐部的电子屏上播放自己的记者会画面，一边跳舞一边庆祝。全英灿 Kwang Yang Chen 在节目中用令人不堪入耳的拟声词模仿死者自残的场景，令人震惊。此外，他们于5月7日以死者生前录音名义公开的音频文件中，竟然包含低俗的辱骂声。死者的朋友们震惊地说：“这根本不是我朋友会用的语言。”然而，死者的父母却坚持说：“这的确是我们女儿的声音。”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理智的父母绝不可能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
自己未成年子女曾经参与的带有性内容的对话。然而，他们却创建群聊，彻夜翻查死者的手机，寻找性相关的对话内容，并将其作为记者会与节目的素材。这种行为并非所谓的名誉恢复，而是对死者名誉的彻底践踏。据 SBS 记者江炯允 Kang Kyung Yoon 的调查，卜智熙律师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这样的合同：无需预付委托费，家属所得金钱利益的20%作为成功报酬。但这起事件从根本上讲，并非家属可以对金秀贤或所属公司提起金钱索赔诉讼的案件。事实上，至今为止，家属从未就此提起民事诉讼，也未在任何民事程序中提出类似主张。因此，这份成功报酬合同所代表的含义只有一个：这并非法律支援，而是以虚假主张为手段，谋取金钱利益的预谋布局。所属经纪公司早在去年3月，电视剧《眼泪女王》播出期间，当死者突然在 SNS 上传昔日交往照片时，就对那一突发行为的动机与背景深感怀疑。死者去世后，家属与金释仪让死者生前未能发表的虚假声明复活，并将该文件中原本带有恶意的虚假叙事框架完整延续。当他们基于那份虚假主张提出道歉要求时，金秀贤与所属公司不得不将其视为勒索与金钱交易的手段。他们继承并强化了死者虚假声明中的内容。死者是 Gold Medalist 金牌娱乐的创立成员，他担任过视觉总监，却未获得报酬。但正如公司多次声明的那样，这些全都是虚假的。死者从未参与公司设立或经营，也从未以视觉总监身份工作。实际上，真正的视觉总监本人已于今年3月，在个人 SNS 上亲自公开反驳，视觉总监是年薪数千万韩元级别的专业岗位，而死者并不具备执行此类专业工作的能力、经验或资格。如果他确实为公司提供过劳务却未获得报酬，他本应在生前直接提出问题，但事实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今年3月，金秀贤与所属公司接连遭到虚假节目内容的攻击，期间家属要求道义性道歉。然而，从公司的立场来看，这种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要求，无疑是带有金钱意图的压力行为。他们以死者生前从未从事的工作为依据，事后主张拖欠工资，并在死后将此包装成事实。这显然是为金钱诉求而编造的虚假名分。若对虚假爆料达成和解，便等于承认谎言。因此，公司坚决拒绝了所有要求，未进行任何金钱和解，也未支付任何补偿。我认为，当时公司基于原则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屈服于谎言，用金钱换取平息，那将成为今后金秀贤一生的枷锁，暴露他们真心的言行，最终他们的真面目通过随后的言行举止彻底暴露无遗。所谓贾姨母在3月的采访中愤怒地说，赛伦从来没碰过那7亿韩元，但那7亿韩元是死者因酒驾事故这一严重犯罪依法应全额承担的违约金。由于死者当时无力偿还，由经纪公司代为垫付并借出，这笔钱并非他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而是必须偿还的债务。以死亡为借口，连同逝者的过错一并美化，并不是健康的悼念文化，将逝者的错误神圣化，并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第三方，只会制造新的受害者，麻痹整个社会的伦理感知。此外，自称为家属代理人的全英灿在节目中说道，如果我是金秀贤那样的男人，无论交往1年还是5年，分手时也会付20亿慰谢金，那才叫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言论根本不可能出自一个真心悼念死者之人的口中。将死者与金钱挂钩来谈，本身就与维护名誉的行为背道而驰。自3月以来，他们持续展现的这些言行举止，正是他们对这起事件的态度与本质的最清晰写照。无需任何辩解，他们的言行本身已经雄辩地揭示了一切。死者的死因被放任的自残、断裂的家庭关系，以及被捏造的责任转嫁。据报道，金赛伦女士的死因是自杀，
从他去世后揭露的诸多情况来看，他在今年1月与美国结婚，曾憧憬新的生活，却以破裂告终。回国后筹备的咖啡馆事业计划也告失败，由此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深深的绝望。死者家属代理律师卜志熙在记者会上表示，死者有过连家人都不知晓的多次自残行为，这一点与我们掌握的事实一致。在死者反复的自残行为中，最后一次终于导致了死亡。他的人生开始走向不幸的直接契机，正是众所周知的2022年5月18日上午8点左右发生的酒驾肇事逃逸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全国性的舆论谴责之下，他进入了长期自我封闭状态，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下多次自残。而在这段时间中，有多份资料显示，他与家人几乎完全断绝了关系。根据死者前男友于今年3月撰写并亲自录音作证的确认书，死者在去世前深受美国丈夫的言语暴力与肢体暴力折磨，对几乎断绝往来的家人的冷漠最为痛苦，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极度悲观。据其证言，死者在去世前2个月，即2024年11月1日，因自残导致手腕肌腱断裂，接受了紧急手术。但即使家人接到通知，也无人前往医院。我已确认了其他客观资料，证明类似的情况自2022年酒驾事件后持续了至少2年以上。尽管如此，卜志熙律师仍在3月的记者会上主张，死者去世前一直与家人关系亲密，只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才隐瞒了自残，并自信地表示有证据为凭。对此，我公开要求他公布所谓的证据。这一要求也被媒体报道，但他至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种沉默等同于对我主张的默许承认，因此在他们打破沉默提出反驳之前，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公开新的证据。另一方面，死者在去世前的今年年初与美国结婚，家人却声称毫不知情，这本身极难理解。即使是预料到家人反对的婚姻，只要关系未完全断绝，通常也会至少告知家人。因此，不知道婚事这一说法本身，说明家庭关系早已破裂。今年年初，死者在 SNS 上上传了与美国丈夫的合照，韩国媒体因此大篇幅报道了结婚传闻。当时死者正式否认了结婚报道，但作为家人，理应通过新闻看到相关报道。若家人中有任何一人，或者所谓的假姨母仍能与死者联系，他们理应会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至少在那时，他们极有可能已知晓婚姻的事实。若他们明知事实却仍声称毫不知情，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将死者的死亡责任从家人或丈夫身上转嫁到无辜的第三方男性身上。真相揭露后的沉默无法守护名誉。如今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在9月30日，我公开部分证据并多次发表立场时，我已要求金世仪 Gamsui 先生及死者遗属在公众面前作出说明与回应。然而，至今已过去1个多月，金世仪及死者遗属仍保持完全沉默。自称遗属代理人的全英灿光英 Chen 先生曾表示，遗属不会对每个发言逐一回应，会在法庭上分出黑白。然而，自3月以来，他们曾多次召开记者会，几乎每天都以伪造的证据散布谎言，煽动舆论。而如今，那时的气势早已荡然无存。我要求金世仪先生、卜志熙律师以及死者的家属们，请不要再企图躲在任何人的背后，请你们在公众面前明确解释，你们是基于何种依据认定2016年6月的 KakaoTalk 与2018年4月13日的 KakaoTalk 对话对象就是金秀贤？我也要询问那位自称死者姨母的人。您曾说，死者上高中时从军队寄来的信太多了，我因此才知道他和金秀贤在交往。既然如此，请将除金世仪公开的那一封信外的其他信件全部公开，或提交给调查机关。如果您声称有很多信件，但那一封之外的都被处理掉了，那么公众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此外，我也要向死者的父母询问，
死者的朋友们在听过5月7日记者会上播放的录音后表示，我们的朋友不是那种会说出那种辱骂话语的人。请问，金世仪公开的那段录音，真的是死者本人的声音吗？而你们是否真的告诉金世仪，那确实是我们女儿的声音？你们记忆中的死者，真的是那样一个与10年未见，在异国重逢，并无特殊情感联系的男性，在咖啡馆里借几百美元，回答对方所有问题，并用下流的辱骂语言谈论自己未成年时期的性关系？这样的人吗？那真的是你们作为父母所认识的女儿的真实样子吗？结论：最后的问题，最后的警告以及请求。已故的金赛纶是一位有天赋的金秀贤，从童星时期起，他就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然而，他在生前已经犯下了一些为大众所知的错误，而且，正如本次事件所揭示的那样，他也在周围留下了许多谎言。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大众本应只知道他留下的作品和已公开的过错，并不需要知道他生前对周围人所撒下的谎言。然而，在他去世后，加害者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让死者生前未能实现的谎言，以死者的声音的名义被复活。在遗属的庇护下，金世仪堆砌起伪造的证据，以死者为盾，歪曲事实，捏造故事，传播和放大虚假信息。这起事件是一种利用死者生前的话无人敢反驳这一心理漏洞的极其恶劣的犯罪。他们利用死者的名字募捐，谋取政治利益，并将其作为扩大自身名声的宣传工具。这种行为是以死者为盾，毁灭生者的蓄意且共谋的犯罪行为。本案的本质是伪造证据，这是通过伪造证据在社会上彻底毁灭无辜受害者人格的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欺诈犯罪事件。而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虚假事实并未止步于国内，通过海外媒体迅速扩散至全球，不仅彻底摧毁了金秀贤个人的名誉与人生，更对整个韩流文化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带来了巨大的行业性损害，是一场国际性的网络犯罪事件。真相已经足够清晰，如果有人仍然说还不够，那么我将继续揭露证据，直到所有真相彻底揭开为止。请不要被伪造的证据与谎言所蒙蔽，不要被加害者用虚假叙事和矛盾逻辑编织的假象所影响，不要站在加害者一方。当真相如此明白无误，而他们依旧保持卑劣的沉默时，仍然选择站在他们那边，就是在损害你自己的人格、价值与尊严。最后，今天我不会对死者做形式上的追悼，因为连他的父母都未曾守护的名誉，我又怎能代替去守护？有人蓄意的行为，让一位无辜的人遭受了严重的伤害，让他的家人以及所有关注此案的人们都受到了深刻的创伤。这场不义必须被纠正，而且为了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所有的真相都应当被彻底、清晰地揭示。各位，请与我们一同前行，让这起事件的无辜受害者能够重新找回属于他的名誉与日常，回到他应有的位置。感谢各位今天耐心聆听至此，由衷地表示感谢。